大家好，豬舍入門的第一個隔間呢，原本是當作工具間跟雜物間吶，因為內部有一個鎖死緊連地面的母豬籠，可使用的空間更小，就一直擱置着慢慢思考。由於這一排前面幾間的豬舍已經開始種植啊，雖然天氣已經變涼，但是取水的問題還是得優先解決。主要一間一間的隔間要直接跨越澆水，有點障礙。取水便利澆水的問題就優先解決。先利用這個桶子進行儲水，也順道測試一下擺放在母豬籠上的高度。而這個桶子下方有一個出水口，要找轉接頭接上水管不難。不過因為已經有現成水管了，所以轉接頭就得自己調校成適合的孔徑。水抽上來之後呢，暫時就先利用虹吸現象出水啊。由於桶子水位遠高於一旁的隔間牆，因此只要按個幾下就可以出水之外，也很容易流動到每個隔間。目前是逐一測試想法的可行性，可行之後還需要將流程優化，讓做起事來呢可以更順手，也更有效率。畢竟得考慮一下四季的天氣溫度變化。現在天氣涼，算是比較輕鬆了，但是天氣熱的時間長就盡可能往天熱時做安排。目前水流的方式就先拿高水管進行控制。水管末端不加裝機關的話，只要拿高就可以停水。內部確認可以順利取水與控制水流後，就改到外場來修整取水環境。這容易取水的位置，不管再怎麼小心水還是容易滴濺的到處都是的。水一多就容易長草。豬舍內因為地面有現成鋪設好的磚頭、水泥地板，現在修整外部時，就順道把長草的問題解決掉。現在進行鋪設地面的是淘汰下來的桌墊，這厚度比雜草抑制席緊實啊。有人願意幫忙載過來，當然是很樂意的收下。這也是為何時常會出現一些奇怪資材的原因啊。反向操作的將黑色的底面朝上，則是覺得比較光滑的背面不容易吸水。至於耐曬程度，則希望有黑水管的功能在。接下來這條比較厚的抑制席也是大材小用。這原本用途據說是用來拖沙洗車的啦，台語應該是控巴啦。手動鋸開這段，鋸到全身汗雖然這也是很奇怪的資材不過這厚實的重量可以提高很強的鎮壓功能。另一段則先用它的重量壓實走道，也先幫忙壓抑雜草。拆下來的雜草抑制席，則可以再拿來利用，鋪在底層，繼續延伸到河道的壁面。就順道來看一下天氣轉涼之後種植作物的變化。原本隨處可見的青蔥，變成到處是種植蒜頭。因為種植的時間需要比較長，還得種植一年需求量的原因之外呢，因為蒜頭不適水但是比較沒有蟲害的原因，就跟一般農家會將蒜頭種植在灌溉河道旁。這在天氣轉涼後不用特別催芽，只要幾天就可以快速出芽，算是省事不少。而這位置因為有磚牆擋住
專搶在東邊，天氣轉熱後呢，還有半日照的效果，可以延長一點作物生長的時間。再將取水附近的瓦片先堆放整齊啊，想要進行清洗的話，還得再打掃過一遍。接續就是取水便利性問題了，將插電式的盛水馬達水管重新串接，只是這很像洗衣機的前半段水管呢，感覺不太妙啊。畢竟這需要將水往上抽，得有多一點的耐重能力。插電啟動後，目前看起來輸出的水量沒問題。關掉電源後呢，意外出現了過去想玩的現象。以往想在水田裡設置水車啊，不過水流速度太小了，盛水馬達擺在上游區，突然就意外出現了水自動在水管裡快速流動的現象，很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效果。至於這內部擺放進水桶的位置，因為剛好有2根橫鐵桿可以卡住桶子，不然若是想要更強的輸出，還可以再往上增高一層啊。在支撐水桶的底面多鋪上一塊桌墊啊，可以防水，也可以適度的分散重量的壓力。最後就是進水後的輸出問題，花了台幣10塊錢買了水管的轉接頭啦，再利用白膠粘出一段縮小孔徑的 PVC 水管，最後接上原本的耐曬黑水管，就可以自動輸出了。而水管先在母豬籠的鐵柱上繞一圈，則有提供支撐與避免過度拉扯的效果。各項功能完成後呢，後續就是操作流程 SOP 化了。以上取水設施進度分享，謝謝收看。